虎哥，那老太婆又不肯吃东西了，让她饿着，看她能撑几天。长途汽车在山路上颠簸，李伟望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村庄，不知道一场血腥的较量正在等待着他。30年前，他从这里走出去，如今衣锦还乡，却不知道家已经不再是家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李伟推开长途汽车的门，秋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他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袋，另一只手提着装满点心和水果的塑料袋，步履匆忙地走向村口。这不是李局长吗？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李伟回过头，看见是村里的老支书王大爷，连忙走过去打招呼：“王大爷，好久不见，您身体还好吧？”王大爷看见他，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。好着呢。李伟啊，你这次回来是回来看看我妈，顺便过个中秋。李伟说着，注意到王大爷的眼神有些躲闪。那挺好，挺好的。王大爷匆匆说了句，便转身离开了。李伟站在村口，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。以往每次回来，村民们都会围过来和他聊天，问东问西。今天怎么这么冷清？他沿着熟悉的小路往家里走，路上遇到几个村民，都是匆匆点头打招呼，然后就急忙离开。李伟心里开始有些疑惑，难道是自己太久没回来，和大家生疏了？走到家门口，李伟发现大门紧锁，他掏出钥匙开门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没有母亲的身影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李伟在院子里喊了几声，没有回应。他走到邻居王大娘家门口，王大娘正在门口摘菜。王大娘，您看见我妈了吗？王大娘抬起头看见李伟，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。李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。我妈人呢？王大娘捡起地上的菜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妈，她出门了。可能去你小姨家了吧？”李伟注意到王大娘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她什么时候去的？今天能回来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王大娘站起身，匆匆往屋里走。你先回家等等看吧。李伟看着王大娘匆忙的背影，心里的疑惑更深了。母亲平时很少出远门，就算去小姨家，也会提前告诉邻居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他又去了几家邻居家询问，得到的都是推脱的回答，有的说没看见，有的说可能去哪儿了，但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李伟坐在自家院子里等待，心里越来越不安。母亲今年70岁了，身体虽然还算硬朗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，肯定出什么事了。夜深了，李伟决定去小姨家看看。小姨住在隔壁村，步行需要半个多小时。月亮躲在云层后面，乡间小路显得格外昏暗。李伟打着手机的手电筒，一个人走在空旷的田野里。突然，前面传来说话的声音。李伟连忙关掉手电筒，躲到路边的玉米地里。2个男人从前方走过，其中一个说：“那老太婆真麻烦，要不是虎哥有交代，早就把她扔出去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别废话了，赶紧去看看，别让她跑了。”李伟听到老太婆和虎哥这几个词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这2个人说的老太婆，该不会是指他的母亲吧？他等2个人走远了，才从玉米地里出来，加快脚步向小姨家走去。小姨家的院子里还亮着灯。李伟敲门：“小姨，是我。”李伟，门开了。小姨看见李伟，眼圈瞬间红了。李伟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姨，我妈在您这儿吗？我回家没看到她，很担心。
小姨站在门口，身体有些发抖。你妈，她没在我这儿。李伟注意到小姨的异常反应。小姨，您告诉我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小姨犹豫了很久，才小声说：李伟啊，你妈她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住院了。你别担心，住院了，在哪个医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李伟着急地问。在县医院，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年纪大了，需要观察几天。小姨说话时眼神躲闪，明显在撒谎。李伟看着小姨的表情，知道她在隐瞒什么。小姨，您别骗我了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您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去县医院。小姨听到这话，更加慌张了。李伟，你先别去，等明天再说吧。为什么要等明天？李伟逼问道。小姨支支吾吾地说：明天你妈就出院了，到时候你就能看到她了。李伟看出小姨在说谎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姨，您是我的长辈，我相信您不会害我，但是您必须告诉我真话，我妈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小姨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李伟啊，不是小姨不想告诉你，是我不敢说啊，不敢说。什么意思？你妈她被人抓走了。小姨哭着说道。李伟感觉头上被人重重敲了一棍。被人抓走了？谁抓走的？为什么？是王虎，就是你们村的王虎。小姨擦着眼泪说。他说你妈占了他的地，要你妈搬走，你妈不肯，他就把你妈抓起来了。王虎。李伟想起了这个人，小时候就是个混混，没想到现在还在村里作恶。他现在在村里势力很大，村民们都怕他，没人敢管。小姨继续说道。那我妈现在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，只听说在村西边的废工厂那里。李伟听完转身就走。小姨在后面喊：李伟，你别去，那里很危险。李伟头也不回地说：我妈被人关起来，我怎么能不去？从小姨家回村里的路上，李伟心里又急又怒。母亲一辈子与世无争，温和善良，从来不和任何人结怨，怎么会被王虎抓起来？回到村里，李伟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往村西边走。村西边有一个废弃的砖厂，10几年前就停产了，平时很少有人去。走到砖厂附近，李伟看见厂门口站着2个人，手里拿着棍子，在那里聊天。今天那老太婆还是不肯吃东西。是啊，虎哥说了，饿她几天，看她还嘴硬不硬。李伟确认了，母亲就被关在这里。他观察了一下地形，厂房后面有个小窗户，可以从那里进去。他绕到厂房后面，小心翼翼地爬进了窗户。厂房里一片漆黑，弥漫着霉味和潮湿的气息。李伟摸出手机，用微弱的光线照着前进。突然，他听到前面传来微弱的哭声。循着哭声，李伟走到一个角落，借着手机的光线，他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。一个铁笼子里蜷缩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妈！李伟忍不住喊了出来。铁笼里的人抬起头，正是他的母亲张桂兰。母亲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有几道伤痕，衣服又脏又破。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这里危险！母亲看到李伟，既激动又担心。李伟走到铁笼前，伸手想去开锁。妈，我来救您了。谁在那里？外面传来脚步声。很快，几个人冲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正是王虎。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局长吗？王虎打开手电筒，照着李伟，嘴角露出冷笑。李伟站起身，怒视着王虎。王虎，你把我母亲放了。王虎哈哈大笑。李局长，
你说放就放？你以为你还是小时候那个李伟吗？我现在就是李伟，你最好把我母亲立刻放了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后果自负。王虎继续笑着，李局长，你现在可是在我的地盘上，你觉得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李伟环顾四周，王虎身边有4、5个人，都是身材高大的男人，手里拿着棍子，而他只有一个人，硬来肯定不行。王虎，你为什么要抓我母亲？她一个老人家，能碍着你什么事？碍着我什么事？王虎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你妈占了我的地，让她搬走，她不搬，我只好请她到这里来住几天。什么叫你的地？那是我家祖辈留下的宅基地，你凭什么说是你的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地现在在我手里。王虎得意地说，李局长，别跟我讲什么祖辈不祖辈的，现在是我说了算。李伟咬着牙说，王虎，你这是违法的，我可以告你非法拘禁。告我？王虎不屑地说，你告啊，看看有没有人管。你以为你在外面当了个小官，回来就能吓唬住我？告诉你，在这里我就是王法。王虎，你不要太嚣张，天理昭昭，恶有恶报。李伟强压着怒火说，天理昭昭，恶有恶报。王虎哈哈大笑，李局长，你这是在跟我讲故事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拳头大的才是道理。李伟看着铁笼里的母亲，心如刀割。王虎，你想要什么？开个价吧，这才像话吗？王虎眼睛一亮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村东头那块准备开发的地，你给我批下来，我马上放了你妈。那块地是集体用地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，那就是你的事了。王虎冷笑道，3天时间，你要是办不成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李伟知道和王虎硬来没有用，只能先稳住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先把我妈放了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王虎摆摆手，地批下来之前，你妈就在这里住着，那你至少要保证我妈的安全，给她好吃好喝的，这个你放心，只要你按时办事，我保证你妈没事。李伟看了看母亲，对她说，妈，您再忍耐几天，我马上想办法救您出来。母亲点点头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儿子，你小心点，别让这些人伤害了你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李伟转身对王虎说，我现在就回去办这件事，3天之内给你答复。那就好，李局长真是爽快人。王虎让开路，请吧，我送您出去。李伟深深看了母亲一眼，转身走出了厂房。出了砖厂，李伟装作往家里走，实际上绕了个圈，来到村外的小树林里。他掏出手机，给市局的老同事张强打电话。张强，我是李伟，现在有紧急情况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李伟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张强听出了李伟声音中的紧张。我在老家，我母亲被人绑架了，绑匪是当地的一个地痞，叫王虎，现在把我妈关在村西边的废砖厂里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你现在安全吗？我现在安全，但我一个人搞不定这件事，他们有好几个人，还有武器。你把具体位置发给我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好，我把定位发给你，你们注意安全，这些人很危险。李伟发完定位，又拍了几张砖厂的照片发过去，然后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，等待救援。大约过了1个小时，李伟听到远处传来汽车声，他小心地探出头，看到几辆警车停在砖厂门口。张强带着10几个警察包围了砖厂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马上放了人质，投降出来。砖厂里传来混乱的声音，王虎在里面喊，外面的人听着，我手里有人质，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
你们已经犯了绑架罪，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张强喊道：“别废话了，你们退后，否则我杀了这个老太婆。”王虎威胁道。李伟听到这话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。张强，我进去和他们谈判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进去。张强拦住了李伟。没关系，我了解王虎这个人，他不敢真的伤害我妈，况且他还想让我帮他办事。李伟，你冷静点，我们会想办法救出老太太的，我必须进去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李伟坚持道。经过一番劝说，张强同意了李伟的要求，但要求他带上窃听设备，随时保持联系。李伟走到砖厂门口，大声喊：“王虎，我来了，我们谈谈。”李局长，你倒是挺讲义气的，不过你为什么要叫警察来？王虎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我没有叫警察，是他们自己来的。李伟撒了个谎。你让我进去，我们面对面谈。好，你一个人进来，其他人不许跟着。李伟慢慢走进砖厂，王虎等人正围在铁笼前。王虎手里拿着一把刀，架在母亲的脖子上。王虎，你冷静点，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谈。李伟举起双手，表示自己没有武器。谈？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你把警察叫来了，这事就没得谈了。王虎情绪激动，手中的刀在颤抖。王虎，你想想，就算你现在杀了我妈，你也跑不了。警察已经包围了这里，那又怎么样？大不了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还年轻，还有大好的人生，何必为了一块地把自己的命搭进去？王虎听了李伟的话，似乎有些动摇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现在放了我妈，我可以保证警察不为难你。你保证？你算老几？你能代表警察说话？王虎，我在市里工作这么多年，还是有些关系的。只要你现在投降，我保证让你少判几年。王虎犹豫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不行，我不信你，除非你先给我弄辆车，让我们出去。”王虎，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再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糟。李伟劝道：“少废话，你到底帮不帮我弄车？不帮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这老太婆。”王虎把刀又往前伸了伸。李伟看到母亲惊恐的表情，心里如刀割一般。好，我帮你弄车，但是你必须保证我妈的安全，这个你放心。只要你帮我弄到车，我保证不伤害她。李伟掏出手机，假装给外面的警察打电话，实际上他按下了紧急按钮，向外面的警察发出了行动信号。几秒钟后，砖厂的门窗同时被撞开，10几个警察冲了进来。王虎等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制服了。王虎被铐上手铐时，还在大声叫嚷：“李伟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过要帮我弄车的。王虎，像你这样的人渣，不值得我守信用。”李伟冷冷地说。警察打开了铁笼，李伟赶紧把母亲扶出来。母亲紧紧抱住李伟，眼泪直流。儿子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妈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李伟也红了眼眶。张强走过来，拍了拍李伟的肩膀：“老李，你妈没事吧？需不需要送医院？先送医院检查一下吧，我不放心。”在医院里，医生给张桂兰做了全面检查，除了一些皮外伤和受惊吓，没有大的问题。李伟，你妈的身体还算硬朗，休息几天就好了，医生说。李伟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谢谢医生。第二天，李伟去看望被关押的王虎。王虎坐在审讯室里，没有了昨天的嚣张气焰。王虎，你后悔吗？李伟问道。后悔什么？
我只是想要一块地而已，又没杀人放火。王虎还是不服气，没杀人放火，你绑架了我母亲，还把她关在铁笼里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不就是关几天吗？我又没真的伤害她。李伟摇摇头，王虎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真是无可救药。我错在哪里？我只是想过得好一点，有什么错？你想过得好，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，而不是欺负老人，霸占别人的土地。王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李伟，你从小就比我聪明，读书好，现在当了官，过得风光。可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，只能靠自己的方式生存。王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但是你选择了错误的路。李伟说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王虎低下头，没有再说话。几天后，公安机关对王虎的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，发现王虎不仅绑架了张桂兰，还涉嫌非法占用土地、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村里的一些干部竟然和王虎有利益关系，对他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，甚至还帮他掩盖罪行。李伟得知这些情况后，非常愤怒，他立即向上级部门举报，要求严肃处理相关人员。经过调查，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因为受贿被撤职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王虎也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被王虎非法占用的土地全部被收回，归还给了村集体和村民。案件处理完毕后，李伟特意请了半个月的假，留在老家陪伴母亲。儿子，你工作那么忙，不用陪我这么久。张桂兰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李伟给她洗衣服。妈，以前我工作太忙，很少回来看您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是我不孝。李伟说：傻孩子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妈已经很满足了。妈，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，不会再让您一个人孤单了。好，妈等着你。张桂兰笑着点点头。半个月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，李伟要回市里上班了。临走前，他找了几个靠谱的村民，让他们平时多照顾母亲。李伟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们会照顾好老太太的。村民们纷纷表示：谢谢大家，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李伟还给母亲买了一部手机，教会了她怎么使用。妈，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不管多忙我都会接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回到市里后，李伟把这次回老家的经历写成了报告，上交给了市委。市委对此事非常重视，立即派工作组到各个乡村进行排查，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。排查结果令人震惊，竟然发现了10几起类似的案件，都是当地的恶霸欺负村民，而村干部不但不管，还从中获利。市委立即下发通知，要求各级部门严肃处理这类问题，绝不姑息。李伟也因为举报有功，受到了市委的表彰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，而是深深反思了自己的工作。他意识到，作为一名公务员，不仅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还要关注基层群众的生活，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。于是，李伟在局里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，定期派工作人员到各个乡村了解情况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这些措施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，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。从此以后，李伟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回老家看望母亲，再也没有让他一个人承受孤独和危险。王虎的案件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震动，那些平时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们都收敛了不少，不敢再像以前那样
胡作非为，村民们也重新燃起了对正义的信心，知道只要坚持举报和反映问题，总有人会为他们主持公道。李伟的母亲张桂兰虽然受了惊吓，但身体恢复得很快。她经常对邻居们说：“我儿子虽然当了官，但他没有忘本，还是我的好儿子。”村民们也都很敬佩李伟，认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官。每次李伟回来，大家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，询问他的工作情况。李伟也很珍惜这种朴素的乡情，每次回来都会和村民们聊天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，有困难的时候也会尽力帮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到了第2年的春节，李伟回老家过年，发现村子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以前那些破旧的房屋得到了修缮，村里的道路也重新铺了水泥，还安装了路灯，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变得更加积极向上。李伟，这都是托了你的福啊！村支书的新任人选对李伟说：“自从王虎的事情处理了之后，上面对我们村很重视，拨了不少资金搞建设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”李伟谦虚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村还不知道要被王虎祸害到什么时候。”春节期间，村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感谢会，感谢李伟为村子做的贡献。李伟在会上说：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保护自己的母亲，保护乡亲们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会后，李伟和母亲坐在院子里聊天。儿子，看到村子变得这么好，妈心里很高兴。妈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李伟握住母亲的手说：“我保证，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您。傻孩子，妈不怕被人欺负，妈只希望你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我知道，妈。”李伟点点头：“我会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不让您担心。”母子俩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。春节过后，李伟回到工作岗位，更加投入的工作。他深深懂得了什么叫责任，什么叫担当。作为一名公务员，他的责任不仅仅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，更重要的是要为老百姓服务，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。李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，成为了广大公务员学习的榜样。很多人都说，如果所有的公务员都能像李伟这样，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好。李伟听到这些赞美，总是淡然一笑。他知道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情，做了一个公务员应该做的事情。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做出惊天动地大事的人，而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、坚持正义、保护弱者的普通人。李伟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，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责任和担当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心中有正义、有爱，就能战胜一切邪恶和困难。从此以后，李伟每天都会给母亲打电话，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。张桂兰也变得开朗了很多，经常和邻居们聊天，分享儿子的工作成就。村子里的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改善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老人和弱者。王虎的覆灭给所有的恶人敲响了警钟，让他们知道，正义虽然可能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李伟的名字成为了正义和良知的象征，激励着更多的人站出来，为了正义而战，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而战。这就是李伟的故事，一个普通公务员的不平凡经历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，只要他心中有爱、有正义、有勇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